大家好，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欢迎来到南哥的频道。您各位最近刷新闻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极其戏剧性的现象？那个常年把轰炸别人当成家常便饭，把战斗机和导弹当成外交语言，动不动就扬言要抹平这个，定点清除那个的中东小霸王，当战火真正烧到自己本土，当防空警报在自己的上空凄厉拉响的时候，他们居然在一夜之间全网发视频，对着全世界的镜头痛哭流涕，卖惨求同情了。很多朋友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魔幻的反转。前几天他们还在对其他民族的滔天苦难冷眼旁观，甚至在发布会上大言不惭地为暴行辩护。转眼之间，自己的城市陷入了火海，街头巷尾满是惊慌失措的人群，他们就开始呼吁人道主义，开始控诉暴力了。可您猜怎么着？这一次，全球网友的反应出奇的一致，评论区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大伙儿看完之后，心里只剩下两个字：活该。有人可能会跳出来指责，说南哥，你这话说得太冷酷了，怎么能对平民的恐慌拍手称快呢？您各位先别急着扣帽子，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这背后的现实利益、社会逻辑和惊人的信息差好好捋一捋。如果您真正了解过去这几年、十几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如果您看过那些被重磅航空炸弹撕碎的巴勒斯坦家庭，看过那些在加沙的瓦砾堆里扒着废墟找妈妈的孩子，您就会明白一个最朴素的老理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些痛苦，根本不是什么飞来横祸，而是自己一手种下的因果是完完全全的咎由自取。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迟早会怎么回敬你。你把别人推入无尽的黑暗，那黑暗终有一天会倒灌进你的家门。今天这期内容，南哥就跟您各位完整复盘这场堪称史诗级的地缘政治大反转。咱们从冲突爆发的源头说起，看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中东强权是如何一步步把事情做绝，最终沦落到今天这个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人人喊打的狼狈地步的。咱们也顺便戳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那层虚伪的窗户纸，看看双重标准到底能荒唐、能无耻到什么程度。首先，咱们得把视角拉回到以色列本土，看看现在那里到底是个什么真实情况。因为西方主流媒体的刻意淡化，很多国内的朋友刷到的可能只是零星的片段，您可能根本不知道这场来自中东抵抗力量的反击到底有多猛烈，以色列民众面临的绝望到底有多真实。根据最近这段时间的现场报道和多方权威媒体的披露，如今的特拉维夫早就不是过去那座号称中东最安全、安逸富足的现代化大都市了。防空警报几乎是不分昼夜的拉响，平均每小时都会有沉闷的爆炸声划破夜空。过去以色列老百姓每天醒来想的是去哪儿喝咖啡，去哪儿度假。现在呢，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是赶紧确认家人是不是还全虚全伪，确认自家的房子是不是被开了天窗。街头巷尾空空荡荡，曾经熙熙攘攘的商场、餐厅、公园，如今全是大门紧闭。取而代之的是被高超音速导弹或重型火箭弹击中后的残垣断壁。在那些废墟之间，您能看到痛哭流涕的以色列民众，有的在疯狂扒拉砖头寻找失散的亲人，有的在抢救抢运那点儿可怜的家当，还有的直接瘫坐在马路牙子上，眼神空洞，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很痛苦啊。您听听，他们问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在有些心软的人看来，这样的场景已经足够惨烈了。但是南哥得给您交个底，这仅仅是个开胃菜，和以色列国防军这大半年来施加在加沙200万巴勒斯坦民众身上的滔天苦难相比，这点惊吓简直是九牛一毛，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咱们拿贝尔谢巴的核心工业区来说，那可是以色列极其重要的经济支柱，里头扎堆的全是高科技工厂和军工配套企业。结果呢，在前几天的打击中，这里被火海彻底吞没，火光冲天，浓烟遮天蔽日，几十公里外都能看见那黑压压的蘑菇云。
以色列官方平时最爱吹嘘自己的铁穹防空系统有多么天下无敌，这回也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承认，这次袭击导致至少50多家工厂彻底损毁，其中就包括多家给以色列军方提供零部件的核心工厂，大量的精密设备、昂贵的原材料瞬间化为灰烬。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上百亿美元，而且短期内根本没有恢复生产的可能。这还不算完，更要命的是次生灾害，化工厂被炸，有毒气体四处扩散，周边的以色列老百姓被迫连夜紧急撤离，很多人因为吸入毒气出现了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的症状，当地的医疗系统瞬间被挤爆，根本不堪重负。您再看看海法的炼油厂，那更是遭到了连续2次的点名照顾。第一次袭击引发的熊熊大火还没来得及扑灭，消防车还在喷水呢。第2次精准打击又到了，这一下火势彻底失控，烈焰烧了整整3天3夜，直到现在部分区域还在往外冒着黑烟。您各位得知道，海法炼油厂可是以色列的能源命脉，承担着全国近60%的石油加工任务。这油罐一炸，直接导致以色列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能源恐慌，全国各地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龙，很多汽车因为加不到油成了废铁，工业生产大面积停滞，普通老百姓连做饭取暖都成了问题。最可怕的是，炼油厂爆炸产生的大量剧毒污染物直接流进了附近的地中海海域，渗入了土壤，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不可逆的破坏。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海法周边的居民都得生活在患上各种癌症和呼吸道疾病的阴影之下。除了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工业区，以色列引以为傲的社区民宅这回也没能独善其身。不管是特拉维夫寸土寸金的高档住宅区，还是贝尔谢巴的普通居民楼，都有大量建筑被导弹直接命中，瞬间化为齑粉。有前线记者冒死拍下的画面显示，一栋10几层的钢筋混凝土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后，就像是用沙子堆成的城堡一样轰然坍塌。很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根本来不及跑，直接被活埋在废墟之下。救援人员顶着随时可能再次落下的导弹，日夜不停地挖，可生还的希望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渺茫。那些侥幸没有坍塌的楼房，墙体也早就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裂痕，玻璃全碎，屋里一片狼藉。没办法，老百姓只能拎着几个塑料袋装的简单行李，像老鼠一样躲进阴暗潮湿的防空洞，吃不好睡不着，每天在无尽的恐惧中瑟瑟发抖。大家回想一下，曾经的以色列是个什么形象？在整个中东地区，那绝对是横着走的角色，大家背地里都叫他中东小霸王。军事实力确实强，装备极其先进，手里攥着大把美制的 F-35隐身战机、精确制导武器、主战坦克。更关键的是，人家背后站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对以色列那是什么态度？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毫无底线、无条件的撑腰打气。这就养成了以色列长期以来飞扬跋扈、咄咄逼人的作风，周边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敢正面跟他硬刚。以色列的政客们曾经无数次在聚光灯下拍着胸脯保证，说以色列的本土是铜墙铁壁，是绝对安全的，任何国家敢动以色列一根毫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可今天呢，这一切虚假的光环都在现实的炮火中快速褪去，留给以色列的只有日夜不停的警报、满目疮痍的街道、惊慌失措的国民，还有越来越无法掩饰的狼狈。说句实在话，很多真正懂行的军事专家看完伊朗等抵抗力量的反击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人家这已经算是极其克制了，人家打的是军事基地、情报中心、雷达阵地，并没有真正冲着把以色列人赶尽杀绝去，更没有像以色列那样毫无底线地针对无差别平民进行地毯式轰炸。各位不妨顺着南哥的话往下想，如果中东抵抗力量真的用以色列对待加沙的那套逻辑、那套手段来对待以色列本土，那现在的局面恐怕要比现在惨烈10倍、100倍。特拉维夫早就变成第2个加沙了，甚至会比加沙更加凄惨。
为什么全世界的网友，包括很多西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都会有这种你也有今天的直观感受？原因很简单，因为以色列在过去这10几年，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击穿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底线。那手段之残忍，态度之嚣张，哪怕是历史上最穷凶极恶的强盗看了，估计都得直嘬牙花子。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扒一扒以色列到底干了哪些天怒人怨的缺德事，为什么他们现在满世界卖惨，大家却无动于衷，甚至觉得大快人心。首先第一条，也是最让人窒息的一条，就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对加沙地带实施的惨无人道的全面封锁。他们把将近200万巴勒斯坦平民像圈养牲口一样死死围困在一块，只有区140平方公里的狭小土地上。140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南哥给您打个比方，咱们北京市朝阳区的面积是47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加沙的总面积还不到北京一个朝阳区的1/3。您想象一下，把200万大活人塞进比1/3个朝阳区还要小的地方，四周拉上高耸的防电铁丝网，建起厚厚的水泥隔离墙，3步一岗，5步一哨，头上飞着无人机，海里停着炮艇。这里没有自由，没有出路，没有任何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露天集中营。根据联合国及多家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发布的报告，这种令人发指的封锁已经持续了10几年，而自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这种封锁更是升级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色列不仅彻底锁死了加沙的边境口岸、领空和领海，还掐断了一切生存的命脉，不让进粮食，不让进药品，切断饮用水管，炸毁发电厂，甚至连哪怕一升燃料都不准运进去。这就是要把这200万人活活饿死、渴死、病死啊！根据新华网等权威媒体发布的大事记，咱们来看一组带血的数据。自冲突爆发到如今，短短1年多时间，已经有超过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炮火下丧生，将近11万3千人受重伤，被炸断手脚的双目失明的比比皆是，而这其中将近1半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几度哽咽，他们公开给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统计：在加沙，平均每10分钟就有1名巴勒斯坦儿童被炸死。每10分钟啊，您各位一顿饭的功夫，几个鲜活的小生命就没了。这意味着无数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这个世界的孩子，还没学会叫爸爸妈妈的婴儿，就惨死在了以色列宣称的精准打击之下。有深入加沙前线的战地记者拍下了这样的人间炼狱，因为极度饥饿，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只能趴在地上啃食树皮、嚼野草。有的孩子因为一点小小的擦伤，得不到任何消炎药，伤口感染溃烂，最终在极其痛苦中慢慢死去。还有更多的孩子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被从天而降的重磅炸弹炸成碎肉，从此沦为孤儿，在漫天飞舞的苍蝇和瓦砾堆里流浪。他们那空洞的眼神里装满了对这个世界最深沉的恐惧和绝望。可让人怒火中烧的是，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面对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与痛心，以色列的政客和军方是什么反应？他们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觉得委屈。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发布自己本国士兵受轻伤的照片，配上煽情的音乐，说我们也很痛苦，我们也需要同情的眼光。他们的极右翼高官在面对西方记者质问时，甚至连装都不装了，直接脱口而出：加沙平民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为了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这帮人必须付出牺牲。听听，这是人话吗？这种赤裸裸的冷漠、傲慢与残忍，简直让人不寒而栗。在以色列这帮极端政客的强盗逻辑里，巴勒斯坦人的命根本不算命，加沙儿童的鲜血不叫鲜血，只有他们以色列人流的血才叫创伤，只有他们以色列人的眼泪才配让全世界共情。他们天生就带着一种极其扭曲的上帝选民的优越感，觉得全世界都欠他们的，
都必须围着他们的安全转，自己受了哪怕一点点委屈，那就是天塌了，就是反犹主义。而他们对别人施加的种族灭绝般的苦难，那叫自卫，那叫无可厚非。这种登峰造极的双重标准已经彻底击穿了人类道德的最底线，也把国际社会原本对他们由于二战历史产生的那点同情心消耗得连渣都不剩。说到双重标准，咱们就必须得聊聊以色列那肆无忌惮的轰炸行径。以军的战机每天都在加沙上空盘旋，他们投炸弹的时候根本不管下面是军事设施还是民用建筑，医院、学校、联合国设立的难民营，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教堂，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队，甚至贴着硕大 press 标志的国际媒体大楼，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全都是他们倾泻弹药的目标。而且每次干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之后，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总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掏出一套话术来洗地。就在不久前，以色列空军对加沙规模最大、人口最稠密的难民营投下了几枚重达2000磅的钻地弹，炸弹落下，瞬间几条街被夷为平地，留下几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无数平民死伤，残肢断臂飞得到处都是。现场目击者哭着描述，当时难民营里挤满了刚刚从其他地方逃难过来的老弱病残，大家都以为躲在联合国的帐篷里能保住一条命，结果死神毫无征兆地降临了，哭声、惨叫声、绝望的呼救声交织在一起，宛如地狱。可事后以色列方面怎么说？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精准打击，目标是铲除了某某武装的高级指挥官。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们还拿出几张模糊不清的卫星照片，硬说难民营地下藏着军火库。可事实呢？联合国和独立调查机构的报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次空袭造成的死者中，90%以上全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武装分子据点。他们炸学校的时候，借口是地下室里藏了哈马斯；他们炸挤满重伤员和恒温箱里早产儿的医院时，借口是情报失误导致误炸。他们炸教堂、炸救护车，每次都能找出一堆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漏洞百出的理由。但在铁一般的事实、满地的尸体和无数高清视频面前，以色列的这些谎言显得格外苍白可笑，甚至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这时候，很多有正义感的朋友肯定要拍案而起了：南哥，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王法了吗？以色列这么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践踏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基本原则，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们吗？答案是有。而且国际社会确实出手了，但被一个更庞大的霸权机器给死死拦住了。这个机器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检察官们经过长期的艰难调查，收集了堆积如山的铁证，终于正式发布了相关法令，要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国际逮捕令。罪名是什么？是战争中犯下的严重罪行，包括蓄意以平民和民用设施为攻击目标，把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大规模破坏民用基础设施的战争罪，以及系统性谋杀、强迫平民迁徙的危害人类罪。更重磅的是，联合国独立调查委员会在2025年9月16日发布了一份正式报告，报告里白纸黑字，掷地有声地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就是种族灭绝，而内塔尼亚胡作为以色列的政治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历史责任。按理说，国际机构都定性了，总该抓人制裁了吧？结果呢，大洋彼岸的美国立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出来，直接公开护短。美国政客跳着脚的大骂国际刑事法院，态度极其傲慢地宣布绝不接受，甚至扬言要反向制裁国际法院的法官。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更是在安理会上大放厥词，说任何不谴责哈马斯的决议，美国通通不会支持。这种明目张胆拉偏架、毫无掩饰包庇战犯的做派，
把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平正义按在地上疯狂摩擦。您各位对比一下就更有意思了。同样是打仗，当事情牵扯到俄罗斯的时候，美西方国家是个什么嘴脸？那是群起而攻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疯狂指责，挥舞制裁大棒，把俄罗斯的猫、树，甚至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都给制裁了，更是满世界嚷嚷着要抓捕俄罗斯领导人。这么一轮到以色列，这国际法就成了一纸空文了。这种教科书级别，连装都不屑于装的双重标准，算是让全世界老百姓彻彻底底看清了西方那套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到底是个什么虚伪透顶的玩意儿。说白了，那不是规则，那是美国用来打压异己的黑帮家法。根据新华网的详细报道，自打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连续多次动用一票否决权，硬生生扼杀了要求在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哪怕安理会15个成员国里头有14个都投了赞成票，全世界都盼着停火救人，美国代表也会冷酷地举起手，行使否决权。就在2025年6月4日，美国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决了停火草案，气得英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一众国家公开表达强烈不满。咱们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也明确表态，中方对表决结果非常失望。正是因为美国这种毫无底线的袒护，导致安理会通过的仅有的几份关于加沙的决议成了废纸，根本得不到落实。加沙的人道危机不仅没缓解，反而被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以色列政府对加沙的长期战略。如果说轰炸是屠杀，那这个战略就是钝刀子割肉，要把加沙彻底变成一座没有明天的死城。根据最新的权威内幕报道，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暗中确立了一个极其歹毒的4步核心战略：不占领、不治理、不负责、不放开。什么叫不占领？就是以色列贼精的知道派步兵进去全面占领会陷入治安战的泥潭，死伤肯定惨重，所以他们不搞全面地面占领。什么叫不治理？就是以色列把加沙炸成废墟后拍拍屁股走人，绝对不承担任何民事管理责任。老百姓没水喝、没电用、没学校上课，对不起，不管，那是国际社会该头疼的事儿。什么叫不负责？就是对于平民的死伤、人道主义灾难，以色列把锅甩得一干二净，全推到哈马斯头上。至于战后重建，以色列1分钱都不会掏。最阴毒的是第4点，不放开。虽然我不治理你，不负责你，但我绝不松开掐着你脖子的手。边境、领空、领海，我继续死死封锁，谁也别想进来救人。我想什么时候扔炸弹就什么时候扔。您各位琢磨琢磨，这个战略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200万巴勒斯坦人当成案板上的鱼肉，牢牢攥着他们的生死命脉，却不用承担半点统治者的国际义务。哈马斯方面曾经做出过让步，解散行政机构，希望能换取国际社会的援助进入加沙，结果以色列死活不同意，严密封锁拉法口岸，连一袋水泥、一根钢筋、一台挖掘机都不准运进去。没有这些，老百姓怎么重建家园？只能睡在瓦砾堆上。在21世纪的今天，在自诩文明的2026年，竟然还存在着如此接近法西斯集中营的制度性人道灾难，简直是全人类的耻辱。曾经有勇敢的中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加沙采访，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年仅6岁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被炸死了，小小的她手里死死攥着半块已经发霉长毛的面包，满脸黑灰的看着镜头，带着哭腔说：“叔叔，我不想死，我想喝口干净水，我想妈妈。”这样的画面在加沙每天每小时都在重复。这些普通老百姓想要的很多吗？他们只是想要头顶上没有炸弹，想要一口饱饭，想要孩子能活到成年。这要求过分吗？但在以色列政客眼里，他们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对比之下，如今以色列本土挨了几颗导弹，塌了几栋楼，就满世界撒泼打滚要同情。
是不是显得格外的讽刺和滑稽？同情心是靠尊重生命、心存善意攒下来的，不是靠在镜头前演戏骗来的。以色列早就在无数次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时候，把自己的道义和人品炸得连渣都不剩了。除了常规屠杀，以色列的高官更是狂妄到了极点。早在2023年，就有以色列内阁高级官员公开在媒体上叫嚣，说为了解决加沙问题，不排除对加沙地区使用核武器。您听听，核武器啊，那是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毁灭的代名词。连当年冷战时期美苏争霸都不敢轻易把核威胁挂在嘴边。以色列一个弹丸小国的政客，居然理直气壮地威胁要用核弹抹平几百万平民，简直是丧心病狂。到了今年，他们更是把霸权逻辑发挥到了极致，公然宣称整个中东地区只有他以色列一家配拥有核武器，别的国家谁敢搞，我就先发制人炸了你。理由更是荒谬绝伦，说自己是地区和平的稳定源泉。我呸！但凡懂点中东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自打以色列建国那天起，整个中东就没消停过。几次中东战争，哪次不是以色列通过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霸占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屡次越境打击黎巴嫩。就在2026年3月，内塔尼亚胡居然直接下令，派战斗机越境跑到人家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头顶上，暗杀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连带把他儿子和随行人员全炸死了。这种公然侵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搞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径，就是在把整个中东往世界大战的火坑里推。以色列仗着有美国给的免死金牌，不仅非法拥核，还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不签核、不扩散条约，简直是法外狂徒。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凌驾于规则之上，为所欲为，不受惩罚。但是老话讲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次，伊朗没有咽下这口气，中东的抵抗之湖没有选择妥协。你以色列能做初一，别人就能做15。既然国际法制裁不了你，那我们就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导弹和无人机来跟你讲讲道理。根据权威报道，面对以色列在2025年6月对伊朗核设施和军政高层的偷袭，伊朗当晚就拍案而起，发动了代号“真实承诺3”的大规模反击，数百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划破夜空，直扑以色列本土，先后5轮饱和式打击，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以色列至少150处核心目标上。你用来起飞轰炸我的内瓦提姆空军基地、奥夫达空军基地，还有特拉维夫附近的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全被离了一遍。指挥中心瘫痪，电子战中心被毁，甚至连以色列国防军总部的办公楼和一处极其机密的核研究中心都挨了炸。特拉维夫火光冲天，以色列人终于在地下室里切身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被轰炸的恐惧。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如今一张巨大的绞索正在以色列脖子上越收越紧。南边也门胡塞武装穿着拖鞋，嚼着卡特树叶，用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死死锁住了红海。以色列的港口直接瘫痪，海上运输线被切断，经济损失惨重。北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天天用火箭弹给以色列北部城镇点名，打得以色列北部10多万人被迫难逃，沦为内部难民。东边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也不断发射巡航导弹凑热闹，再加上伊朗坐镇中央，以色列现在是真正的四面楚歌，防空系统捉襟见肘，每天都活在不知道炸弹从哪儿飞来的惊恐之中。也许有人会问，以色列到底哪儿来的底气这么横？除了美国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长期通过暴力手段掩盖真相，试图垄断国际话语权。谁敢去加沙报道真相，我就炸谁。西班牙首相不过是说了句要派军舰去送人道物资，以色列立刻翻脸，威胁要开火击沉欧盟国家的船只。对于国际记者，以色列更是下死手，直接用导弹把半岛电视台美联社所在的大楼夷为平地。短短2年，
100多名佩戴着显眼标识的新闻记者在加沙惨遭以军毒手，有的在直播时被狙击手爆头，有的全家老小被精确制导炸弹灭门。以色列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把看热闹的眼睛戳瞎，把发声的嘴巴堵住，我杀再多人，这世界上也没人知道。可他们太低估这个时代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全世界人民的良知是没有完全泯灭的。无论他们怎么威逼利诱，怎么花大价钱买热搜，控评那些被炸碎的儿童的画面，那些母亲绝望的哭喊，早就深深烙印在了全世界网民的心里。这笔血债已经被死死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公关手段都洗不白。说到这儿，可能还有些精益分子要跳出来洗地，说以色列这是自卫，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南哥这就得反问一句了，哪门子法律规定自卫可以毫无底线地滥杀无辜？哪门子道德允许自卫可以把200万平民关在笼子里断水断粮？真正的自卫是精准打击军事威胁，而不是拿难民营里的婴儿撒气，把屠杀包装成自卫，这是对人类智商的公然侮辱。说到底，以色列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摊上了一个极度自私、极其疯狂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身上背着欺诈、违背信任、受贿3项严重的刑事指控，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在任期内被起诉的总理。为了自己不进监狱，他不惜强推司法改革，把国家搞得分裂。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理宝座，他绑架了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机器，必须靠不断的打仗、不断的制造外部危机来转移国内视线。他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凌驾于整个中东的和平之上，凌驾于20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之上。如今，越来越多的以色列老百姓也回过味儿来了。特拉维夫街头经常爆发几十万人的大抗议，要求内塔尼亚胡下台，要求停火，换回人质。可这个被权力彻底蒙蔽双眼的政客，依然在疯狂加速，拉着整个以色列冲向悬崖。咱们最后再总结一句：以色列今天所承受的防空警报、城市的烈火、民众的恐慌，全都是他们自己酿下的苦酒。当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绝对安全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的绝对死亡之上，当他们把无视生命当成习惯，把霸权当成真理，那当复仇的怒火真正烧毁本土地时候，你就没有任何资格抱怨命运不公。有美国撑腰怎么了？武力再强大又怎么了？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你种下屠杀的因，就别怪今天收获导弹的果。破解中东死局的唯一出路，根本不是买更多的炸弹，也不是修更厚的防空洞，而是放下屠刀，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生存的权利，老老实实回到国际法和2国方案的轨道上来。否则，无休止的战争泥潭迟早会把这个国家彻底吞没。最后，南哥想对这片土地上所有无辜的平民说一句：愿战火早日平息，愿人间的正义不再被霸权强奸，愿废墟上能重新开出和平的花朵。更希望某些大国和强权能明白，丛林法则救不了你们，尊重生命和规则才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正道。如果您各位认同南哥今天的分析，麻烦您在评论区打出一句“拒绝霸权，呼唤和平”，让咱们看到大家共同的态度。感谢您的支持，咱们下期不见不散。